好，美国现在举行最重要的联合空战演习，叫做红旗演习。哦，听到红旗以为是老共的哈，美国的红旗演习哦，在阿拉斯加举行哦，那叫做红旗阿拉斯加25-2啊 ，Red Flag。那这是什么稀奇的演习？邀请我们的一个空军司令部的这个飞训部指挥官哦，吴嘉兴少将，请他去参观哦。所以呢，观察员当然不止台湾做观察员了哈，好几个国家啊，这个都孟加拉、日本、马来西亚、蒙古、菲律宾、斯里兰卡、台湾、加拿大、英国、泰国哦，其实基本上呢，这个在6月13号哦，然后呢，这个在飞机前面，哇，这飞机好大，那么人站在这么小，是飞机前面啊，然后呢，这个照相啊，那。说呢，细节不评论了，到底去看些什么，观察什么不讲啊。但是呢，说这是年度的军事交流计划，以前只是我没有参加，只是以前没有大张旗鼓把它公布，现在都要公布让你知道啊。那另外呢，这个范大为，我们这个去有一个范大为啊，说呢，演训的强度令人印象深刻哈。那我们在美国受训的 F-16飞行员。属于美国空军21支赌徒，你看这是多好！赌徒 gamblers 那也参加哦。他说哦，在训练期间他们也去参加，说呢，我国合计400多枚 AIM-120的这个空对空飞弹，2天就打光了哦。所以我就想说，真的打仗起来，我们的这个设备装备到底够不够哈？他们这种表示它强度非常非常高了哈。那另外呢，日本防卫省说，中国有2艘航母，之前不是2艘，中国现在有第3艘福建号，但是还没有服役。头辽宁号辽宁舰、山东舰，他们呢这个起降就有520架次起降哦，向太平洋西部移动哦，辽宁、山东号哈。那它已经突破第2岛链啊，第1岛链在台湾这一带啊，第2岛链关岛啊、帛琉这边到第2岛链了啊。所以呢，这个日本就抗议了，所以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哦。那日本呢，监控被驱离，所以日本不满意，抗议。中方说，你们先挑衅了，你没事我演习，你飞机过来干嘛？你监视干嘛？你偷拍干嘛？哦，怎么是我打你的？是你来嘛？所以呢，前后包抄，逼近关岛哦。那当然比较讨厌是突破了第2岛链。那如果他能够突破第2岛链的话，第1岛链的重要性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哈，那换句话说，台湾的战略地位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哈。那么另外呢，美国前将领啊，退役海军前太平洋司令布莱尔说，一旦开战，你劳共这个航空母舰打击群迅速把你击沉哦。那到底会不会？现在也不知道，反正大话可以先讲嘛哈。那另外呢，北约也注意印太的安全，就是台湾人实在是很没有警觉性啊。这2个。航舰到日本那一带去，日本人很紧张啊，日本非常紧张，我们好像没事。现在不要说日本紧张，连北约、欧洲都很紧张，哦，都很关切，我们也无所谓。哦，意大利外交官说，中国好像是房间里的大象，哦，大象在房间里面关起来，你不知道它干嘛，它随时可能把你这个房间都给你毁了，里面的瓷器都给你砸了啊。那另外呢，我们的海鲲啊，这个。潜水艇啊，前两天不是在水面上试走，将来还要浮潜，还要深潜哦，在水面上走很正常嘛哦，所有的船都会在水面上走啦，不在水面上走叫什么船哦？所以呢，先在水面上走，还没有下去。那说这边有肿起来的包，看到没？大家就笑说啊，怎么会有这个肿包呢？那台船这就说是测距的声呐外罩，这是一个测声呐的外罩，不是我们变形。那就算有地方不平。是瘦马效应，什么瘦马效应？马瘦的话就看到肋骨，看到没？肋骨就是不平吗？所以这是瘦马效应。我们看一下。这台 C-17和 F-35前，各国空军军官穿着制服，但注意到了吗？最左边这一位却是西装笔挺，他是我国空军飞训部指挥官吴嘉兴，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红旗阿拉斯加25-2演习。吴嘉兴少将
去年晋升少将吴嘉欣曾任驻美武官，美军新闻处经营的网站日前上传这一张6月13号的合照，指出同框的有来自日马菲加英等资深将领，但这张照片已经下架。而台湾其实不是第一次参加，却是首次被曝光。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美军今年4月也上传自家人收到纪念臂章，而送的人是参加美国空军国际军医进阶航太医学课程的台湾学员。只是之前美国国会多次通过要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RIMPAC 环太军演，至今没下文。这是对美国来说，巩固印太战略拼图是否也有压力？日本防卫省最新揭露，中共双航舰6月8号到16号之间在太平洋舰载机起降次数多达520次，其中13日在日本冲绳鸟岛南方280公里山东航舰的舰载机起降30次，隔天冲绳鸟岛东南方610公里辽宁航舰的舰载机起降90次。所以6月13号跟6月14号应该是双航舰战斗群的联合演习，不断的从第一岛链周边慢慢的朝这个第二岛链扩张的这样一个印象。认为中共演练针对美日区域拒止，这军事角力越发白热化。好吧，这种战术战略问题还是请教宇明兄了哈。但他现在突破第二岛链到底有什么差别？意义在哪里？美国会怕吗？第二岛链从关岛到中国大陆大概是4500公里，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它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具有这种区域的拒止。就随便举个简单例子了，就现在美国跟伊朗对不对？你说有3个航空母舰过去，如果伊朗现在刚才小董说没有航空母舰，假如说它有放在那个波斯湾外面，那美国的航空母舰怎么接近？距离远一点，那你就没有什么太高的战争效应，因为你飞机的这个作战半径就是1000公里。但是不来说，我把你打沉，他有这个能力吗？当然都有了。但是呢，这个打沉也不是那么简单。你刚刚看到日本这边这个为什么关注这个？一方面，日本大概从几年前开始都认为中国是他最大的战略威胁嘛，所以所有的军事的这些活动他都会关注。同时，他也认为你是在他的冲之鸟礁附近的经济海域。可是国际法而言呢，经济海域只不过是拥有这个经济上的这些权利，就是鱼资源呐，或海底的矿产。那海上完全还是跟公海的这个地位一样啊，不管是军舰还是它可以通过，就是任何的其他军，你也可以做演习啊，没有问题啊。好，那他也到了澳洲跟纽西兰之间的海域去做演习，澳洲政府也说这合乎国际法啊。当然，虽然不爽啊，在美国也全世界到处跑啊，自由航行，自由航行。这个就当然它是等于日本这边是进一步的观察，也提供就美军这边的理解啊。因为2艘航空母舰放在那边，除了这个飞机之外，其实还有很重要，它伴随的像是这些动物大驱啊、动五4A 这些驱逐舰，它有垂直发射。那垂直发射就是这个反舰飞弹或者是对空的这个飞弹，那大概也有个几百个垂直发射孔啊。因为2艘航空母舰群各大概有3到4艘甚至更多的这些驱逐舰，所以这些加起来对这个地面上或者是对船舰以及对空中的这些嚇阻能力，你当然如果真的假设台海发生战争，它2艘航空母舰放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当中，你至少从日本这边你怎么南下，你从美国这边怎么过来啊？这就形成一个这个比较大范围的这个嚇阻。至于我们看到那个红旗阿拉斯加这是一个个人身份的观察员，因为你看他唯一是穿西装的，穿西装，其他人都是穿军服的。那但是呢，他把它给秀出来，以前没有，现在有，什么意涵呢？你就因此解释可以说，美国跟台湾的军事合作演习训练增加了吗？这个我不知道。第二个，美国开始跟台湾在军事上做联结盟了吗？当然也不是。那第三个，美国现在增加对台湾的防御的承诺了吗？也不是。所以他这个一方面可能是训练上的理解，然后呢，以备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呢，高层的人员知道美国的作业的方式带回来台湾，然后后续美国的这些教官到台湾来呢，有一套方式可以做。这是一个可能在实务上最重要的连结。但是真的在军事战略上，其实这也是一步了，他敢那么做。那可是呢，实际的效应还是很难讲。休息了再回来。本来昨天上午他们要办这个国安简报了哈，那今天看到消息好像说在大礼堂，在礼堂里面办，
也不是说大家在房里面啊，因为他要4个部会报告嘛，所以搞不好还有没有幕僚啊，什么一大堆啊，投影啊，什么搞了大礼堂，这东西实在对在野党领袖很不敬了，你这搞什么鬼啊？那昨天因为破局了，所以赖清德就说了，说呢政党是可以竞合，但是不能零和，希望大家共同对外。那讲的都很好听，要团结，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可以竞争合作，不能够呢你死我活。你民进党现在发动的大罢免，不是叫搞个你死我活吗？你嘴巴讲一套，你做的是另外一套啊！你搞大罢免什么意思？31-0啊，将来到最后也可能是25-6-0啊！你等于是要把国民党的区域立委通通釜底抽薪，通通干掉嘛？这叫做竞合吗？这叫毁灭啊！这叫什么竞合？你拿到全世界去问问看，有没有这样子叫竞合的？所以呢，我觉得讲大话都很会讲了，讲得很漂亮，但实际上呢？谁在玩零和游戏？就你赖清德在玩零和游戏嘛？你玩的是竞合吗？你玩的就是叫零和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嘛？就是这样子。你在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200多天不进议会，你这是什么？议长不是我的人，非把他干掉不可。好，现在在立法院一样，对不对？立委通通要这个不合你意，要把他干掉，通通罢免掉。武道一以贯之，他一向就是这样子，他不是现在才变，他一路走来，你看就是这样子啊。那林柏峰是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啊，三商会三商会，他说了你们什么国安简报，他说你除了两岸，还有3大议题要讨论啊，美国的压力，对不对？经济的议题，台湾未来的前景到底要怎么样？会不会有没有战争的危机？这都是台湾关心的嘛？那你赖清德看他为什么办这个国安简报，就是让你们在也共同对外嘛？就你们干嘛对我赖清德呢？你对他不要讲我啊，对不对？你们要抗议，跑到天安门前面去抗议好了，讲我干嘛呢？一贯他们基调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呢，这个联合报的评论是说呢，程序也好，诚意也好，都失焦了。程序有问题，本来就程序本来叫大家要先讨论。你看所有的这些重要的领袖会谈，幕僚就先作业很久的，对不对？他们没有啊，打几个电话，搞来搞去，程序就定了，而且程序你定的然后有诚意吗？这边去谈这个什么国安汇报，那边就跟什么沈博洋、曹信成谈怎么大罢免，怎么样加柴火，你有什么诚意呢？看一下。朝野国安专报破局，外界认为福方回应分化在野党，蓝营强调并不担心，不过也透露过程中确实蓝白都没有联系，并不清楚民众党态度，但仍期盼未来有朝野对话空间。我也请黄秘书长积极主动来联系总统府潘孟安秘书长、民众党周瑜修秘书长，继续进行协商，未来可以见面的时候，必须是一个对话平台。面对朱立伦期待下回见面，蓝营党内也有杂音。不过另一头，赖总统也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强调，召集这场专报就是希望朝野能支持国防跟特别预算。专案简报可惜未能如期成会，政党可以竞合，但不能零和。政策主张可以不同，但对国家忠诚义务应该是一致的。仍然希望未来主要在野政党能够一起来面对国家受到的威权、威胁与挑战。还有没有下一次的朝野会面？赖总统这番话也似乎留下想象空间。玉敏，我觉得赖清德总统他自己应该要扪心自问他安排的这个国安简报，他是真的想要倾听在野党主席的声音，还是他只是想要单向式的布达？就是说，我告诉你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就说，那所有那个国防预算啊，无论是增加到3%，增加到4%你们这个在野党通通不要反对，通通都支持我来背书就对了。如果你一开始就是设定好所有的框架，让在野党的主席没有任何可以去跟你谈判协商的任何空间，那这个真的就叫做国安简报，就是在大礼堂的简报，只是布达你的意志而已。那当然，在野党主席没有需要去背书更没有需要去参加，因为现在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美国关税所造成的冲击我连去参加一些地方的活动，那传统产业的这些厂商真的很着急他说不是只有美国关税，现在的汇率一升成这样子，他说我赚的
我赚的我到最后我都赔本了，他都不晓得再这样继续下去。他说，那我们的这个总统，我们的政府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都没有人出来要帮我们解决这一题？所以其实林柏峰讲得很好啊，现在如果要开的话，其实不是这种国安的简报，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国事会议，或者是你要邀在野党主席来谈也可以，但是在议题的设定上面，恐怕总统你自己的想法有所偏差，应该是要让在野党主席也提出他从在野的观点，他从接触民众的观点，看到哪些议题真正大家坐下来好好谈的。所以议题的设定应该是开放的嘛，大家可以互相提嘛。那另外就是在形式上应该是要交流的，不可以是单向式的嘛。那这样子才叫做诚意啊。那更不用讲了，这个在传出要这个国安简报之前，前一天晚上，我们的赖总统还跟这个曹兴诚就是私底下会面了，还在谈大罢免。那你自己说这个政治不应该是零和，讲得很好啊，但你有做到？你没有啊，你是拼你死我活，你的大罢免是要用尽一切的力量跟力气要罢免掉国民党的区域立委，这个有道理吗？那当你这件事情都做得不好的时候，你还想要求在野党的主席说我们来谈讲这件事，说国安就说你们要无条件的支持，对国家忠诚我们要一致对外，但是你另外一手你在做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治国不能这样两手策略。事实上，最能团结现在国内的就是赖清德总统。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如果可以去不要用整个民进党，用你整个行政资源力量来发动这个大罢免的话，你把这个停下来，那大家有谈的空间。但是不是你现在一方面这个油门吹下去，就是所有的大罢免。你看现在民进党他的整个党中央下令了，做影片、做文宣，所有都要发动起来了。然后你一方面要跟在野党的主席说，我们要团结一致来支持国家，这做得到吗？这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人格分裂很难来静。不能零和只可以竞合。这句话应该要送给赖清德自己啊，把这句话自己吞回去啊。首先，这整个会议根本就是疑点重重，共商国事这4个字现在还写在赖清德总统的脸书上面。大家回去翻520那一天的演讲，共商国事4个字到今天为止变成了单方面的国安简报。那到底过程之中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第二点，原本开始规划的时候是赖清德前面有30分钟的公开致辞，但是前一天晚上全部临时改成全部闭门，甚至要所有在野党的领袖全部都要签保密协定，到底是为什么？再来第3点，为什么在会议还没开始之前，有的绿媒就已经先知道流程，然后还可以透过流程来询问在野党的党主席说，是不是流程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在会议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放消息，有人在放媒体了，请问这场还有签保密协议的必要性吗？再来，如果一手玩国安简报，另外一手又玩罢免策略的话，请问我们要相信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赖清德？请问是我们总统赖清德，还是民进党的党主席赖清德？所以在这样疑点重重的情况之下，这场国安简报好了，我觉得根本没有去的必要性。再加上打给民众党的这几通电话，完全只是告知。如果只是告知的话，那为什么要回电呢？如果你只是在补电话，在看完记者会之后才补电话给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要回电告诉你？如果我们也是看记者会才知道相关的讯息的话，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当时2018年在北门的时候，蔡英文总统跟柯文哲市长那时候还在当市长在那场会议之前，其实也进行了非常多的幕僚的会前会。那时候我还在市府里面当幕僚，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之中，要怎么走位，要怎么站位，要怎么流程等等的，其实总统府都有相对的一套标准跟一套 SOP。那我相信当时其实有这样子的程序跟流程可以去做主导，也可以让整个会议进行得更加顺利。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也想问，为什么蔡英文可以，赖清德不行呢？如果昨天真的是开成了那么一个国安会议，那如果呢这个蓝白真的去了的话，今天如果看到呢这个绿营突然间大串联、大罢免，然后呢不演了这个整个党呢跳进去，然后呢声援民团进行大罢免，然后呢所谓的这个零和、非零和、是竞和等等的话题，突然间你会觉得被打了一大巴掌吧好像当年呢这个陈水扁邀这个连战去谈这个怎么样的核四啊，怎么样发电啊，一谈完以后哇气氛很好，回去之后第2天宣布停建核四，不是一模一样吗？
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会知道说话是说的很漂亮啊，要进行国安这个简报，要进行这个朝野沟通。但是当我看到他们寄出来的有关于这个国安简报的内容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太可笑了，而且呢，可笑的背后我觉得太可恶了。就它事实上是有一连串的戏码正在排的哦。事实上呢，国安的这个简报上跟着接下来的，事实上是他的大罢免。所以这个等于是过个场，让大家觉得说我要先下这个。动手之前，我好像跟你呼或者我表达了一下呢，我对于这个在野党之间，我还是有一个总统的这个高度跟总统的姿态的，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啊。就不管刚才大家已经谈了很多了，就有关于政党之间哦，如果你真的是政党之间要沟通的话，这个非零和的话，你何必这个大罢免这个杀成这样的流血这个流血流滴的？但重点还在于说，我觉得不只是说在这个政党之间的对话沟通，我觉得赖清德完完全全没有诚意之外，我觉得对于整个所谓的国安简报这些事情，你去看啊，他的国安简报是要讲什么？那还有呢，他这个讲的东西，他的真正的专业程度，你会发现我们的政府对于世界的局势、对于国家安全肤浅到令人可笑，而且呢，甚至你会觉得很可怕。比方说，他说这个国安里面，我记得他说要讲三个简报嘛，这个当中有2个都跟两岸有关。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好像是跟这个整个的这个目前的什么国际局势啦经济的这个状况有关。但问题是你去看看，现在全世界最关心的国际局势，如果是国家安全的部分，大家认为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不只是关税啊，你还包括这个美中已经在进行谈判了，美中谈判会不会卖台湾？你怎么知道不会呢？你看这个俄乌战争谈到现在，你觉得乌克兰他会不会觉得他被卖了？他连急匆匆的跑去 G7 要去见川普，都川普之前先走人了，跑了，就他扑了一个空。所以呢，你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说，这个川普是比较爱这个普京的，比较爱习近平的。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说，乌克兰如果觉得很危急，那台湾未来不会觉得很危急吗？所以当这样的状况底下，他在不谈这个关税当中可能我们碰到的危机，不谈这个美中之间可能碰到的一个大战略当中的可能架构当中，台湾成为牺牲者，更不用讲说他去谈有关于呢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以哈也好，不管是这个以伊也好，这个石油，你看这个林佳龙谈这个石油问题，我是完全不赞成他很专业啦。你说谈石油，你今天去看真正的中东局势专家的分析，他要去封锁荷姆兹海峡，影响到相关的石油跟天然气的输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什么？因为他3/4的石油通通都是中国买的。如果他今天想要去封锁荷姆兹海峡，现在先得要听看中国大陆方面赞不赞成，同不同意，而且。伊朗自己大部分的货物都是从荷姆兹海峡进出的，那你说你封了以后，那到底谁倒霉啊？所以你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外交部长要显示说，我们好专业哦，我们的左荣泰要说，我们好关心的，就说的是说，我们要关心的这个相关的走私，你们要关心的这个石油如果不通过的话，会不会我们有石油危机？你到底对事情的认知的深刻程度，跟你真的专业程度到底在哪里？而且如果说真的连荷姆兹海峡的封锁都很可能造成台湾的危机的话，那你的国安报告里面为什么不谈能源？为什么不谈能源危机？如果两岸之间一打仗，不要讲打仗了啦，光是封锁，我们的能源就出现国安危机啦。那为什么不谈能源？为什么不谈中美？为什么不谈关税？就谈两岸？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目前的世界观，以及他治理国家的角度跟视野偏狭到可悲。真的偏向到可悲，所以呢，当全世界都关心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关心两岸，我们就关心两岸。问题是，那两岸怎么样呢？两岸有要打吗？目前并没有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敌人干嘛呢？好，这个知道敌人的原因，我们看到出来了，因为他的口号，他大罢免的口号是什么呢？什么票要什么同意，要投同意票，因为呢反共更有利，他要反共啊，所以他什么东西都跟你讲两岸，什么东西都讲阿公啊。问题是罢免跟反共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觉得讲到最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国安简报是一个大笑话。幸好呢，蓝白没有上当，没有去。因为民进党现在宣传就是他们都是共产党，都听习近平的指示，所以把他们罢掉了呢，就反共了嘛。其实如果参加国安会议，我只要问赖清德一个问题：今天国安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能源。打仗最怕的就是能源。你今天50%以上的天然气。对不对？然后人家把你台海一封锁，你天然气进不来，你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呢？完全是什么地方？这最基本的问题嘛。你嘴巴讲我很重视国家安全，其实你根本不重视国家安全，你完全不重视国家安全。休息一下再回来。